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听起来蛮感触的笑话，说3000元请不到一个劳工洗碗，但3000元却吸引了一大批大学生来应征。有人公司欲聘请初级普通书记，条件仅需要高中文凭，然而来申请应征的却不乏很多有着专业大学文凭的大学毕业生，所要求的薪水也不敢比高中生高很多。由此可见，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想进来白领阶级工作，对手竟然是仅有高中文凭的毕业生。曾经有个补习中心负责人说想请个陪读老师，高中程度即可，结果要找个高中生竟然找不到，来了不少学士甚至是硕士生。负责人说想请也不敢，即使他们愿意拿底薪，自己心里过意不去，总觉得小庙容不起大佛，不敢高攀，也担心他们做不长久。这种学历歧视文化让拿着高等文凭的毕业生屡屡悲剧。在教育普及化后，人人都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大学生已落得满街都是，加上社会重视学历的传统，让过去的教育机构及父母都非得把孩子送进去大学才算了一桩人生大事。然而随着学历贬值越演越烈，高等教育的文凭含金量已经越来越低，如果就读的科系会被机器或 AI 取代，那前途会更加不妙。加上疫情后时代，不少企业都在紧缩开销裁员，更多的大学生将面对严峻的就业门槛，即使屈就也不见得有公司愿意接受，或者说就业市场其实已经出现了大学生疲劳，而学历鄙视链也让这个问题更加显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学历贬值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大学教育的价值，认为读大学已经不再是一条必经之路。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读大学仍然具有很大的价值，它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思考，培养我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和就业机会。那么在学历贬值的时代，我们还应该鼓励读大学吗？古人有句话说，稀缺的东西才有价值。学历贬值的原因在于大学的不断扩张失去了稀缺性。在每个人都是大学生的情况下，就相当于没有大学生。近年来，民办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果不招收更多学生，学校就无法正常运营。高昂的学费背后，也为政府经济贡献了一块难以割舍的利益。公办大学想要获得更多政府和社会资源，也只能扩张规模，这样才有机会壮大自己，培养更多学生，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这是大学内在的需求。至于专业设置是否满足用工单位的需求，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发展，毕业生能否就业，这些都不是大学的核心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中国的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几个1、2线城市，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的学校和专业能力有限，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也可想而知。起初，大学批量生产的高等学历毕业生还能够勉强被社会所接受，因为在本世纪初，我们赶上了第3次科技革命的末班车，大量的本土企业和外企都能为本科生提供足够的优质岗位。紧接着，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浪潮来临，大型企业、新兴企业、独角兽以及互联网产业的上下游都创造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岗位。直到2015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20多年，开始出现颓势，连续6年的 GDP 增长率未能超过 7%。GDP 增速放缓，必然导致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学历贬值的问题开始显现。2022年 GDP 增长率仅为 3%， 连续3年的全球性黑天鹅事件让高校毕业生无处安身，就业需求积压已久，找不到工作的应届生只好考研，企事业单位也提高招聘要求，迫使年轻人继续提升学历，甚至出国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学历贬值进一步加剧。上层社会比想象中稳固，流动也只发生在中底层，阶层不可能让几代人连续通过学历就实现跃迁。而当前学历贬值所带来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很多企事业单位只认知名大学毕业生，
不是说这些人真的在大学里学到了多少知识，而是他们经历过高考的筛选，至少证明了他们在18岁之前就有了超过同龄人的自制力和学习力，企业默认这些人培养起来更容易。而没上过大学的人则会主动去选择送快递、外卖这样的体力活儿，这就导致同样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普通本科生和大专生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夹心层，既无法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又没有办法放下身段去从事体力劳动。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过去学历教育被大众赋予了无限的期待与想象，人们普遍认为文凭等于价值，将其视为阶级跃迁和美好生活的敲门砖。然而，如今学历教育逐渐失去了推动阶层流动的能力，它仅仅为社会提供了分工的职能。人们渐渐认识到，学历只是一个准入门槛，而非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它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入场券，而非兑换券。就当下而言，本科学历已经从奢侈品转变为刚需，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几乎都要先读个大学。硕士学历只有在对就业有帮助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而博士学历更适合那些对特定学科充满热情的人。然而，博士毕业后已经不年轻，这个过程可能会错过很多职业机会，需要理性权衡。需要明确的是，学历并不等于价值，只有在稀缺且有人为之买单的情况下，才具备真正的价值。然而，对于出身起点较低的孩子来说，读书仍然是实现阶级跃迁的最佳途径。知名大学的毕业生仍然具有稀缺性，除非他们所学专业是无用之物，否则他们大多都能找到不错的工作机会。随着学历贬值的趋势不可逆转，大众对学历的态度可能会出现分化，上大学会成为一种选择。对于那些善于学习并对科研感兴趣的孩子来说，他们会全力以赴进入知名大学，而缺乏天赋和学习兴趣的孩子很可能在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选择去技校学习一门在短时间内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技能。随着人口逐渐萎缩，体力劳动将变得越来越稀缺和昂贵。例如，在许多发达国家，安装空调的费用甚至比空调本身的价格还要高。再比如，我身边有些学习美术的同学，他们毕业后回到家乡开了家蛋糕店，他们的蛋糕装饰技术比那些没学过美术专业的人强得多，因此他们的蛋糕价格可以直接翻倍，收入是当地普通职员的4至5倍。这就是技能的实际价值。将来，高学历者可以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低学历者可以放下身段从事体力劳动。这是2种选择，前者有着较高的上限，后者的下限也不低。虽然人生的轨迹完全不同，但都有美好的前途。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未来，因为人工成本越来越贵，那些重复机械化的工作，像银行和客服一样，肯定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这样我们的生活水平也会越来越高。这个趋势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验证。而且，随着人口减少，上大学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虽然进入名校肯定还是很难，它只是每个人的一种选择，不会直接与收入挂钩。这意味着我们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而不必受到经济压力的限制。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货币和经济狂飙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致富的机会会越来越少，普通人和富人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财富积累难题。这对于那些出身普通、智商普通，并没有天大的好运气的人来说，可能会让他们感到焦虑和困惑。但是，我们并不必过于担心。与其整天纠结于如何提升社会阶层，可能更值得我们考虑如何过上一种满意的生活。如果能够有一些积蓄，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那样的生活也是非常不错的。此外，学历贬值时代已经到来，这对于正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
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和在校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在这个时代，仅仅追求学历并不能保证我们的未来。相反，我们需要培养多维复合能力，注重发展技能和知识，同时具备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培养自己的兴趣和技能，不断学习和进步。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只有拥有多方面的能力，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足。学历只是一个起点，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能力和智慧。所以，让我们在学历贬值时代中保持冷静，积极适应变化，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和知识，培养多维复合能力。通过不断学习和努力，我们可以为自己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迎接未来的挑战。这是我对学历贬值时代的一些看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一、只擅长记忆能力会被淘汰，未来稀缺的能力是能够用多角度、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知识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并生动阐释抽象问题的能力。我们的孩子如果只会机械记忆，不深入理解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善于用生动、图表式的方式理解问题，将抽象问题转化为生动、生活化的近乎常识的能力，他们将很容易被未来激烈竞争所淘汰。以小学数学为例，欧美一些国家的先进理念，新加坡、印度等国家的教学模式已经深入将兴趣和数学思维融入教学中，并非常注重孩子的图表表达能力。以新加坡为例，小学数学教育已经开始通过建模找到现实生活实物和数学之间的联系，将逻辑思维、空间想象、分类归纳、统计等复杂的数学问题简化，使孩子更容易吸收和理解数学概念。这样，在面对复杂问题时，他们能够更简单直观地理解并快速理清解题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再换个角度看，我们的教育应该激发孩子的兴趣，保持持续的动力。我们的孩子应该培养自己的兴趣，多留住那种心流的时刻。再敲黑板，兴趣加上将复杂问题转化为直观生活化的能力。二、兴趣是关键，改变观念，明智选择。在选择未来的大学专业和职业时，家长和考生应充分分析当前的产业结构，分析我们国家当下的战略新兴产业在哪里。比如，我们的新能源与碳中和产业、半导体产业、光伏产业、海洋装备等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新兴产业。与这些产业相关的专业自然会成为热门专业，也是就业前景较好的专业。我们学生要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当下文科类就业出路相对狭窄已经是旧闻，特别在金融、房地产不振、第三产业低迷的大环境下。另一个要清晰的概念是，单纯追求学历的高低已经难言在未来立足。有幼儿和童年教育的科学和多学科的基础训练，加上多项兴趣的开发，我们在高考选择专业方面会有更清晰的概念。当下很多考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都不知道自己兴趣什么，能力倾向在哪里，想学什么专业是最大的问题。三、能力复合是未来地表最强战斗力，未来不仅需要人才，更需要具备多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名词叫 ESG？ 最近可是火得不要不要的。ESG 是什么呢？它代表环境 environmental、 社会 social 和公司治理 governance， 是一种新兴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与传统的财务绩效不同， ESG 关注的是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绩效。现如今， ESG 投资正成为全球趋势，尤其在双碳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ESG 不仅仅是一种投资理念，它也是衡量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要指标。当前，全球顶尖大学已纷纷加入 ESG 课程，并提供硕士学位，可见对 ESG 人才的需求之大。尽管在我国 ESG 刚刚起步，但在短期内，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投资管理机构、互联网行业、
咨询公司以及上市公司等都将迫切需要大量相关人才。这个趋势告诉我们什么呢？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甚至是那些被戏称为4大天坑专业，生化环材在未来都充满了机遇。关键在于你是否具备复合的能力。环境、社会、治理、法规、金融、数据处理等领域的整合能力将成为你的竞争优势，而未来的未知之处也将给我们带来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稀缺的机遇。那么还有必要读大学吗？我有个感触，可能今后读大学会越来越不那么功利。也就是说，接下来你是否选择读大学对你的收入影响会越来越小，或者说绝大部分人读不读大学对收入的影响都差不多，不会增加收入。这一点在美国、欧洲等成熟国家已经非常明显，而我国也正朝着这个趋势发展。将来很多人本来可以去上大学，最后在仔细考虑之后选择不去，因为读大学不仅要花钱，还要花时间。毕业后读个类似英国文学或者实验室管理这种专业，可能并不会比直接去当司机或者厨师赚得多，所以他们干脆一步到位的去上班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顶级大学依旧是跨越阶层的重要敲门砖。然而考入这些顶尖大学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对于家境普通、天赋不高的学生来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面临着这个困境。而且你知道吗？很多名校的专业都呈现出了一种贵族化的趋势，比如纯理科或者天文类，一看就知道找不到工作的那种。读这些专业的人往往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读这个纯粹是因为喜欢，从来没考虑过就业的事。有些人出去读博士后，还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平凡无奇的导师竟然是个亿万富翁，然后才知道他靠的是继承财产，根本没赚过什么钱。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理工科博士的痛苦就在这里，很多专业读到头了，其实也是赚不到钱的。可是不知道是谁给大家灌输了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学历高就能赚钱，然后大家就产生了错误的期望。但是随着这些年博士就业的困难，人们对这种观念正在逐渐破除。前几天还有个粉丝私信跟我聊天，说他的导师建议他别读博士，因为那个领域是个无底洞。问题不仅仅是不赚钱，还要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需求。导师建议他最好当老师，可是大学现在都在搞非升即走，可能要完全废除终身制了。国外倒是有些专业能赚大钱，比如法学院、医学院之类的。不过这些专业周期长，竞争压力极大，费用也高得离谱，所以大部分人根本不会去尝试。万一读了一半，欠了一屁股债，发现不合适，或者被赶出来怎么办呢？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可以去读医学院。别看那些医生天天抱怨自己累，你要是让他们别干了，他们可跟你拼命。长期来看，就业和读书会重新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在发达国家，体力劳动越来越稀缺，而且越来越贵。我自己就深有体会。昨天我同事雇了个阿姨做饭收拾屋子，1个月居然要2万多，而且他媳妇还费了好几个月的劲才找到合适的阿姨。绝大部分大学生可没那种收入哦。而且你知道吗？接下来人工智能对人力的替代，可能不是像之前我们想的那样，只是替代低端岗位。人工智能可能会唱歌、写诗、画画、写作等工作，但离他能照顾孩子、收拾屋子、修理下水道、做饭洗碗这些工作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些工作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能需要人工来做。比如今年北京这边就有几个女大学生，毕业后干脆自己开了个公司，专门给别人收拾屋子。有些客户不喜欢那些大妈们拿着一块抹布擦全家，他们更喜欢找有文化的、干净利索的妹子来收拾。这些妹子戴上鞋套和一次性手套，慢慢的收拾，而且要处理真皮沙发、进口家具、长毛地毯这些复杂的家具，客户还愿意多付费呢。还有更奇葩的，有些人在露营公园附近溜达，你用 app 叫他们过来给你搭帐篷做烧烤，
这竟然在一线城市也成了一个职业，甚至搬家也变成了一堆细分领域。比如有专门搬贵重物件的公司，还有专门上门帮忙打包的公司。但我可不是劝你们去做体力劳动哦。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你的家庭、经历、学业、所在城市，这些因素就像是一条轨道，直接把你送到某个位置。选择就那么多，别人劝还是不劝，其实没什么差别。学历贬值加上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将会取代更多白领阶级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再被世俗的定义蒙蔽，不是说一定要考进大学才有好前景，也不是说就不该读大学学习知识。学历是可以贬值的，但是智慧、知识和技能可是永远不会贬值的。所以我们需要重视深耕式的教育方式，注重智慧性的知识和掌握一门技艺，而不仅仅是追求学历。在未来，与其仅仅把孩子送进大学拿个文凭，不如引导他们培养一项专长才是最重要的，让他们找到自己感兴趣且有天赋的领域，并持续深入研究，拥有那些机器替代不了的核心竞争力，这才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总之，学历或许是进入社会的门槛，但在现在这个时代，它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起点。学会掌握一项技能，拥有出色的沟通和领导能力，掌握未来人工智能的运用，只有你的能力足够强大，你才能走得更远。归根结底，学历或许是步入社会的门槛，但在今日时代已经不是唯一的起点。学会掌握一项技能，拥有高超的沟通及领导能力，掌握未来科技的运用，只有能力强了，你才能走得更远。大浪淘沙，我们更不能坐以待毙。学历贬值时代加速开启，我们更应静下心来，深耕自己，专注引入更多让自己产生心流的学习和创造活动，培养自己成为多维、复合能力的抗挑战人才。而这样的人生奋斗过程本身也已经是充实动人。愿你我在学历贬值的时代中，勇敢面对挑战，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迎接未来的变化与机遇。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